快到冬天了啊，像我们冬天不封车的地方，手把加热还蛮好用的，两个驾驶模式啊 ，S 模式和 Eco 模式，等一下我们都来体验一下啊。这个波轮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框量我觉得是比较大的，这套按键啊，那种精致感少了一点意思啊。长按可以进入到后台菜单啊，这个菜单我们也很熟悉了啊。包括一些 UI 的选择呀、功能的呼出，还有像移动互联要下载 APP 的，对吧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呼出。车机的逻辑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流畅度也没有非常的高。然后这个 UI 颜色搭配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再进步一下的，对吧？你看这几种主题颜色，368的踏板也用这个 ，ADV 也用这个，然后作为一个白皮的跑车，我们也用这个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？仪表你都不用换了，但是每个车型其实可以单独给它做一套 UI 的，起码看起来那种重复的感觉没有那么强。车主的一种身份认同上讲，是不是也增添了一份喜悦啊？我觉得这个仪表真的是啊，当然听好消息说是他们后面马上就要改了，对吧？啊，第一视角看下去，我觉得有好有坏，有一些细节处啊，后续希望能够改进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录一下绅士703的动态体验视频啊，先打火听个声音。还是比较澎湃的啊，但是这个是新车啊，有这个转速保护，基本上5、6千就断火了。好，我们开起来聊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车嘛，等它解了转速，我们再来拍一期啊。今天先简单体验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先是油门啊，运动模式1档，给油，给油，给油。啊，这个动力刚结合上，给你身体那种拉车感还是非常直接的。我们切到2档再试一下啊，给油，给油。啊，运动模式的1、2档动力刚结合上是有点突兀的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闯动啊。我们现在切到 Eco 模式试一下啊 ，Eco 模式的1档，给油，给油，给油。啊，两种模式下油门的标定不能说没区别吧，但是区别真的不大啊。刚结合上其实都有点突兀的啊。但是它对这个值又比较恒定啊，就适应起来比较容易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给相同的油门刻度，它的动力反馈就给你预期里那么多啊。是有闯动，但是我觉得接受起来还好，因为对比之前的那些4缸车，第一，它油门有的时候是飘忽不定，你不太好琢磨的；第二，你要想定一个匀速来骑，掐着油门的话，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容易。但这台车我掐一个油门来匀速骑行的话，非常好做到。大家可以看，我现在已经切到2档了。包括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发动机运行的这种声音，对吧？你又感觉是比较平顺、丝滑、柔顺的那种感觉啊。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，切到3档，开到40多。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这个油门标定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啊，因为你知道它也算是台重机嘛，有700多的排量，100匹的车，有的人就喜欢前段动力非常响应激情啊，一来就拉车感，整个就输出，他会觉得这个车非常凶，也有的人喜欢世界级3缸那种线性绵密的感觉啊。孰好孰坏，也许是一种性格的区分吧。但你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还是希望调得更加线性一点啊。然后这个车的灵活性非常的好，可以说超过了我的预期啊。车架、轮胎、减震的调节都可以服务它，骑上去以后那种人车合一跟手的感觉非常明确的。事实上这2天我也在看嘛，很多人骑完这个车都会有一个感觉，就这个车的一体性很强，这个车骑完的感觉就很整啊，你坐上去操控它，甚至会感觉自己的驾驶技术都增加了一些啊，就非常的听话和趁手。即便是这个车现在动力还没有解限啊，然后如果我们要骑得快的话，需要频繁的升档，当然它有快排嘛，操作起来也就还好了，对吧？匹配这样一个残血版的动力，你都会觉得这个车驾控起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感觉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在这边试一下它的刹车，拉起来，刹车。刹车的制动性能感觉还可以啊，我们再刹一板试一下这种手感怎么样？好，刹车。那西护的这个上泵啊，前一段其实是比较模糊的，感觉还是有点软的。我们再刹一板感受一下。
这个车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它的 ABS 调的没有那么保守，我不是每一把都能拉出来它的，所以它的刹车我感觉还行啊。在这边来试一下它的快排啊，好，二档，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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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档，好，这个快排感觉还可以啊，甚至还挺丝滑的啊。但是1升2的时候，我觉得车身的那种闯动感是比较大的。当然，因为我现在不能把转速拉得很高啊，如果我能拉到5、6千转的话，我想1升2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。那现在的话，咱们直接拉一下离合啊，然后你可以一直 hold 着油门直接往上调，我觉得感觉还是比较丝滑的。而且我1天的骑行下来，这个快排并没有出现一次卡顿那种情况，我觉得可用性还是非常强劲的啊。转过弯，我们来加一把油，感受一下，对吧？虽然是一个残血版。但是4档才可以破100，的确是有一点失望。但是这个动力来了以后，这种畅快感觉，哎呀，还是非常享受的，对吧？这个车的动力感觉，等它解限，我一定再给大家拍一次视频，好吧？骑起来真的非常的爽啊！油门、离合、打档。整个基础素质方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然后5000转左右，我觉得那种是有一个震动区间的，但是因为拉不上去了，我不知道过去以后会怎么样，但应该会好的，可能来到8、9千转会有一个新的震动来但都在我接受的范围之内，没有那个平面曲轴发动机4缸，你知道震动来的那么夸张这个减震也非常的好，整个一天体验下来，整个运动性呀，还有韧性，我觉得都是不错的。我75公斤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照啊，可能如果您再轻一点的话，会觉得它多少是有一点硬朗的啊。这个车咱们下次还要再骑。好，最后咱们简短的总结一下这台车啊，不知道一些动态驾驶方面的问题会不会随着300公里解限以后得到一些优化，比如说油门的标定啊，还有像快排1进2这种丝滑程度。当然这些后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报道。今天虽然骑的是一个残血版，但依然感觉是非常畅快的。当然绅士作为第一台3缸跑车，还是看到了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引以为傲的这种质感呀、装配工艺做工给你的呈现。你看这个按键呀，还有包括这些仪表，我觉得都有进步的空间嘛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小问题。事实上，只要这个发动机基础的素质，还有车架以及现在绅士造车这种思路，就是愿意给消费者更多的诚意，保持不变的话，那这个车经过几次迭代，比如说2到3次以后，会不会呈现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？我觉得都是值得期待的啊。